就说嘛，人家都说啊，女儿啊就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来，小棉袄，哎呦，前2天让你去交电费，你有没有交？哎呦，忘了。哎呀，果然忘记了。哎呦，都怪你嘛！你最近老是加班，也不提醒我，那我当然会忘记了。都是我的错了。好，是我忙过头，忘记提醒你老人家了。没电也挺好的，那你去睡觉吧，明天我去缴。好，难怪你爸不在世的时候都说，我们家的女儿啊最管用了。是，我是超级钢铁女超人，你今晚靠着吧。好，我靠着，一直不放。好了，去睡觉吧。好，明天早点睡啊，小心啊。我说你就是个设计师，又不是模特，弄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你懂什么呀？我再这么跟着傅芳思，这辈子都出不了头。好不容易有了一个靠山，当然要抓住机会往上爬呀。借着这次机会进入乔瑞斯，说不定我就能被看见了。就算你被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啊？哎，我说你是想到底换工作呢，还是想换男朋友？喂，你干啥？既然你有危机感，你就应该努力一点。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被换掉的小模，一点出息都没有。你看人家乔瑞斯的副总裁，你看人家是怎么做到的？估计就是他吧，瞧他紧张。我猜也是。说这新来的经理还搞什么演戏？沈经理，您看现在是……别急，很快。你走啊！钻石，把钻石拿出来。沈经理果然名不虚传，这样都能被您找到。身为店长，你应该先发现才对。是，您说的对。像这样的钻石失窃事件，在通灵珠宝虽然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在别的品牌时有发生。偷钻石的手法是匪夷所思，你想都想不到。今天我们做这个演习，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所有你们想到的偷钻石的方法，我都可以知道。所有关于钻石的事情，没有谁比我更上心了。请你们不要去挑战我的专业性，除非你们可以超越我。下次藏得更隐秘一点，我们再做一次演习。
公司这次把这个推广会的主导权交给你，但是你不能乱来呀。复方司只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室，你说它能生产出什么名牌服装？难道我们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名牌服装所谓的推广到世界上去？既然我签的，我就有信心让它成为一流的国际品牌。赵总，你应该明白，什么事情都有风险，我一定会承担所有的后果。好，只要你肯负责就行。但是这个报告，你得自己写。什么玩意儿啊！时装秀的时候他就不肯去，让你一个人撑场面。当时的确是复方司表现是最好的啊，一看礼堂抢了版面，他就跳出来指毛病了，这明显就是马后炮。走秀场上演浪漫求婚，名模程湘南爱情事业双丰收，咱们精心做的秀，最后让他用来娶老婆了。林总，这事儿您怎么看呢？据悉，程湘南的未婚夫李唐是唐皇集团的大股东，常年久居国外，甚少在媒体面前露面。除了唐皇这个公司之外呢，在国外也是身家不菲的。哎，看来这个年头靠脸吃饭也得有点长远目标啊。程湘南连这种国外小金龟都能钓得到，难怪呢这几年只肯为唐皇代言。哎，想当初啊。当初什么？行了，你就别装了。前女友的现男友在你的地盘上公然求婚了，你居然一点反应没有？唐华的大股东，幕后的大老板，莫名其妙的出现，又莫名其妙的高调求婚，还选择了那么特殊的场合，目的应该不只是为了博一个版面而已吧？嘿呦喂，你转话题挺自然啊。他想做什么呀？他能做什么呀？说实话，Fancy这个品牌真的不好做。约翰逊那个老狐狸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喂，好的，你稍等等我一下，我马上过来。推 Fancy，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我告诉你，生活就是这样，不是你去挑战别人，就是别人挑战你。但我喜欢。李唐，先说你吧，赶在情人节回来，是有什么好事吧？最大的好事就是我的公司要扩张啦。这我就奇怪了，你们唐皇是做服装生意的，为什么盯着我们通灵珠宝啊？唉，这就像我们以前在国外打壁球的时候一样，当你单打腻了，你就要试试看看双打。而且你的珠宝加上我的服装，将来奢侈品一定会是我们的天下。可是，你父亲的李氏珠宝也想和我们的通灵珠宝合作啊，这个时候你参与进来，你不是存心要气死你父亲吗？他气不死的。你没听过一句话，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他肯定活到1000岁。你正经点吧。放心啦，他不会因为我跟他抢通灵就生气，而且就算气也气不久。他巴不得我可以叱咤商场，赶快打倒他呢。就你这玩世不恭的态度，难怪你父亲对你一直放心不下。据我的观察，你的通灵珠宝名气够大，你根本不需要跟其他的品牌一起战略合作。你都这么说了，我为什么还要和你合作？
第一本设计手稿怎么会在你这里呢？你第一次创作失败的时候，气得想把它扔掉，说什么以后啊，你不再碰珠宝了。我那时候觉得可惜，我就把它捡起来了。我们不说利益，我们现在来讲友情。你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要一起互相帮忙、互相协助，莫忘初心，记得吗？可是，我现在怎么面对你父亲呢？莫忘初心，再怎么说也要兼顾利益啊！如果不能为你加分的工作，你会浪费时间在他身上吗？你这样惹你父亲生气，你就不怕有一天你会后悔吗？我爸那个人命硬得很，他这么爱面子，他一定会活到我投降的那一刻为止。好了，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记得好好考虑我跟你说的事情。我先走了。哎，李唐，先别走，我不能让你空手而归。这是我们通灵珠宝的新产品，你可以送给你的女朋友。刚好我可以拿来补送情人节礼物，谢啦。傅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林总，进去坐吧。真不好意思，上次硬拿你做模特。不用不好意思，为了目标勇往直前，不成功绝不放弃，这是你的优点，为什么要抱歉？但是我的态度，你的态度就是一个有才华的设计师的态度。哎，老实说，我应该谢谢你啊，我都不知道我原来那么帅。谢谢。昨天的秀其实出了点问题，您看到的并不是我最完美的作品。今天我带来了最新的图稿，希望您看了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合作。傅小姐，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你都是谈公事？你不怕讨人厌吗？我的工作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这个世界上有20%的人，不管你做什么，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会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转粉，一会儿粉转黑；还有剩下的20%，不管你多笨，犯了多大的错，他们都照样喜欢你。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人要是介意的话，那就太累了。你说这些让我想清楚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你设计的衣服一下子能抓住大众的眼球？为什么？除了传统之外，你的设计是其他设计师没有的，这是一种凌厉、张扬、直接的感觉。还有就是释放出了现代女性所追求的自信，就跟你带给别人的感觉一样。老实说，我很庆幸，我先认识了你这个人，再看到你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相信 Fancy 这个品牌的价值，也相信你不会因为外在因素影响你的追求。林总，您真是要跟我签约吗？是的，我会帮你把 Fancy 这个品牌变成真正的国际品牌。10年代理权，有什么问题吗？对不起，这个时限太长了。太长了吗？我想要跟您签的合约是3年或者5年的代理权。对我来说 ，Fancy 是属于我个人的，我不希望它打上任何人或者任何公司的标签，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 Fancy 完全交给别人。希望您能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推广一个品牌从没有到有，直到变成具备市值和号召力的成熟品牌，需要很长的时间。前期需要大量的投入，后期才能有收获。如果时间很短的话，会影响公司的利益。坦白跟你说，没有一家代理公司愿意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投入在一个短期的品牌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欢迎各位莅临通灵珠宝与堂皇服饰的合作签约仪式现场。通灵珠宝作为国际时尚珠宝品牌，以其精湛的切割工艺和极具个性的造型设计，获得了广大女性消费者的青睐。下面有请堂皇集团的李总与通灵珠宝的沈总上台，大家掌声有请。相信这次堂皇与通灵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成功。下面有请李总为我们说两句。今天很开心看到这么多人来到现场。从今天开始，我会将我的事业重心搬回国内，正式担任堂皇 CEO 一职。我们接下来会跟通灵珠宝展开全面战略性的合作，推出一系列的定制商品。这一系列的定制商品代言人呢，将会由我的未婚妻陈香楠小姐来担任，让我们欢迎她，谢谢。陈小姐，你脖子上戴的珠宝是你们公司新推出的吗？这是通灵珠宝的红毯系列。陈小姐，是我们心目中最闪亮的明星，这款红毯系列首饰给她佩戴，是再合适不过了。李先生刚一回国就高调求婚，一定是想第一时间将这件首饰送给您的未婚妻吧？程小姐，您的未婚夫以这样的形式向您告白，你一定感到十分开心吧？当然开心了，能够和自己最爱的人一起共创梦想，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李总，在之前的乔瑞斯服装秀上，堂皇被一位新晋的服装设计师傅芳思小姐抢尽了风头。在您看来，您觉得堂皇璀璨系列会受到影响吗？一只蚂蚁无论如何也办不倒大象。就像你刚刚说的，只是一场秀，在商场的成败靠的是综合实力，不只是设计。傅芳思，这名字念起来就很拗口。我想等到它变成公司的名字的时候，你再来问这个题吧。谢谢。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公司推出来的产品一定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因为我们公司产品包含的是包容、支持，还有互相理解，不像那些自私冷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想到自己的人，他们永远不懂。一直以来，通灵珠宝的设计理念是为下一代珍藏。我们这次和堂皇合作，也是会坚持这个理念，不忘初心。你跟堂皇的唐总很熟吗？没有，我刚才只是在想一个设计。跟我一起去吧，反正你今天这身衣服也挺酷的。啊？你不想拿回之前失去的版面吗？
没关系，不管你最后决定怎么样，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好，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我们在大会的现场呢，为大家准备了茶水，还有茶点，请大家享用。等一会儿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专访的时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喂，台上讲的好话，我就是担心你接不下来，对答如流啊！哎，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知不知道刚才已经有客户给我打电话问我们新款服装的事情？注意形象。我跟你讲，把刚刚那个复方司记者做出去打一顿，什么烂问题。喂，淡定一点，不要每天又杀又剐的。记者们，人家随便问你就随便说。哎，今天超棒，真的。好，不打扰你，私人时间。今天这套首饰也太好看了吧，搞得我以为自己是公主呢。什么像公主？你今天就是个公主。干嘛？怕了？不想说话就不要说，不想看见就当没看见。你之前不是很酷很有自信吗？我们进去吧。来。这个女人感觉有点面熟啊。陈总，有些事儿还是不知道的好，有些讨厌的人呢，还是不要认识的好，是吧？李总怎么今天有空来啊？李总青年才俊，做生意果然有一套，难怪名模程香兰小姐都对你情有独钟。去年跟乔尔斯合作，却跟尹总缘牵一面，想不到尹总这么年轻有为。比起你那么好的未婚夫，我又算得了什么呢？李总，听说你在国外生意做得很好，这次回国接掌堂皇，肯定是为了不想和程香南小姐分隔两地。有个又多金又专情的未婚夫，真的让人羡慕。是，我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其实能够遇到李唐，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李总现在身边也有一个家人，应该不用羡慕我吧？不过有时候不要被事情的表面所蒙骗，万一挑到的不是钻石，只是一颗硬石头，小心还会砸到脚。没错，老实和你说，我之前真的被人欺骗，不过现在好了，反倒是你要小心一点。今天我和傅芳思小姐是代表乔瑞斯来恭喜二位。尹总，您和傅芳思相伴而来，是不是你们已经成为工作伙伴了？这是乔瑞斯第一次与国内的公司合作，请问你们确定要选择傅芳思的工作室吗？当然，我在发布秀上就已经说过了，我非常欣赏傅小姐的才华，而且对 Fancy 这个品牌的未来发展也很有信心。坦白来说，不是我选择她，而是在等待她的选择。傅小姐目前呢还在考虑之中，我真的十分希望她能给我这个机会，助她一臂之力。傅小姐，我记得你跟我讲过，说这个品牌是属于你个人的，不希望打上任何一家公司的标签。这个我很理解，并且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所以，我现在可以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人干涉你的设计，我会给你发挥的空间。方思小姐，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和你合作，相信我，我们可以创造奇迹。我会认真考虑的。好像真情告白嘛！我和傅小姐还没有正式签约，今天我们来是恭喜李唐先生和程湘南小姐。我们还有事，我们先走，再见。哎，别走，别走，别走！哎，尹总，我们还没说完呢，尹总还没说完。各位记者朋友，我们今天采访到此为止，好吗？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下次安排专访，好不好？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喂，搞什么？这不是 copy 你的版本吗？喂，来砸场子，最起码有点创意来吧。方思，你的车还在公司吧？我们一起回去吧。我想自己走走。再见。方思，我刚才说的话是认真的，我不会干涉你的设计。Fancy 仍然是属于你的，回去考虑一下吧。我会认真考虑的。拜拜。拜拜。李浩然，我可以跟你聊聊吗？我们又见面了，湘南。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啊？刚才没这么叫我。你的小金龟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我不是来跟你废话的。你今天到这儿来干什么？为什么要带着傅方思？不要误会，今天我来不是因为你。我知道你现在发展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必要在我面前显摆。我已经要结婚了，我不想有什么其他事情出现。如果你还没有被傅方思那个疯子影响思维方式的话，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吧？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我没有话跟你说，再见。哎，小希，过去那边坐下来。来，坐。给我看一下。干什么啊？看一下。你到底要干什么？唐梦，别过！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穿跟这么高的鞋子。你怎么管那么多啊？别动我！把卡拿出来！把卡拿出来！你说什么？我说把卡拿出来！你要干什么？快点！你要干什么？哎，浩然，带东西！监总，这儿我们处理。这女朋友啊？哎，兄弟，你这个卡呢，先给我，咱们好好说，好吧？哎，照片怎么办啊？没关系，我来处理。这卡呢，我就先拿回去，好吧？咱们有话好商量。好商量，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现在的狗仔怎么这么讨厌啊？你那个朋友他搞得定吗？喂。好，先这样吧，回公司再说，拜拜。放心，搞定了。搞定了。吓死我了。为什么帮我？没什么。小金龟刚跟你求婚，还霸占了我们乔瑞斯服装秀的大半个版面。如果这时候我们被狗仔拍到的话，首先对你不利，其次我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跟唐璜对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经见过。姑娘，我们又不是坏人，走吧，一起喝2杯，一起。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在等我呢。你晚上就来了，好了，留个电话吧。浩然，快过来，来，先拿着。怎么下这么大呀？来，你冷不冷？我不冷，里面有空调。你冷不冷啊？你没事吧？怎么淋成这样？我没事，我们赶紧走吧。我带你去吃热乎麻辣火锅。浩然，怎么了？雨太大了，我们去那边躲一下吧，别急了。好，这里好吗？好，先停一停。来，哇，怎么下这么大呀？对啊，都湿了。你也是啊？没事，都湿了，弄一下。没事吧？李夏，刚才我们酒店外面有2个猥琐棍叔叔说要带我出去玩，看起来挺有钱的。哼，如果你妈知道了，一定开心死了。哎，我说真的，如果不小心上了贼车的话，把你锁在小黑屋里面，跟老鼠、跟蟑螂一起住。然后把你玩够了，就给你下安眠药，把你手砍下来，把你脚砍下来，给你扔出去，扔到外面马路上当乞丐啊！烦不烦呀？我就这么一说，你这么认真干嘛？我说的都是真的。还说？好了，不说了，开玩笑的。夏楠，你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坐进一辆超级跑车里。还有，我要在车里放满你喜欢的星星形状的东西，让你在星星堆里面当一个小公主。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听不见？好吧。程向南，我告诉你，以后我一定会让你坐进一辆超级跑车里面，还有就是让你跟你爸、跟你妈住在很大的房子里。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开空头支票？我没有开空头支票啊，我刚才说的话肯定会实现。好看吗？好看，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会把里面这根买来送给你。真的假的？假的。真的。现在还好吗？一开始当然恨，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每一次对你的恨，都是对我自己不争气的妥协。现在的我，更希望你能幸福。我现在很幸福啊。那就好。安妮，大家都去吃饭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饿。什么那么神秘？哎呦，招聘网，你要跳槽？你想去哪儿？你这想太多了，我就随便看看。你不会现在就想走吧？那我们马上跟乔瑞斯合作了，Fancy 一定拿我们1个顶10个的，你可不能走。这天天都加班，累都要累死了。你让我看一下，看一下。Fancy 姐，你回来了。啊，你的车呢？放在乔瑞斯了，谈崩了。谈得挺好的。谈得挺好，怎么还绷着一张脸？虽然把他们说的浑身都是洞，
但现在想想挺无聊、挺幼稚的。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就是太想用自己的方式赢了。没关系，快了。太好了，跟乔瑞斯合作，Fancy 一定会红的，加油！Fancy，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终于查清楚了，原来那个傅芳思是李唐的前女友啊！啊，难怪他们俩一见面就和孤魂借了以为鬼似的，拉都拉不开。这想想也有点小激动。傅芳思跟李唐，李唐跟程湘南，那个程湘南吧又跟你，你还跟傅芳思，你们够乱的，够搓一桌麻将了。我和傅芳思只是合作关系，别想歪了。我们顶多算是普通朋友。男女之间有真正的普通朋友关系吗？你以为是你啊？切，你呀，哼，就是想去砸场子，然后非得拖着他。其实呢，真相只有一个，你们的处境都是一样的。我要说对的话，你可别说话啊。你别怪我没警告你啊。那个傅芳思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程湘南的心肠，那可是比诺基亚还要硬的，你可千万别被一块石头绊倒了2次啊！还有，约翰逊已经把对你的不满上报给总部了，你还是想想出什么招，既能够自保，又能把他拉下水吧。有看，你就看谁不顺眼就拉他下水得了，啊！看谁不顺眼，应该是你吧？ OK 呀，你要是真能找到一个人替我照顾好你的一日三餐，外加心灵鸡汤的话，拉我下水没问题呀。你现在是不是很闲啊？不用工作？劳逸结合嘛。那工作去喽。 至于吗？人家俩人说段相声就把你气成这样。再说了，那傅芳思不是也没说什么吗？那你瞧瞧你，眼睛快喷出火了。你看看他们那个样子，根本就在来报复的嘛。说我幼稚，他又好到哪里去吗？以为有尹浩然真要了不起，你看我怎么整死他们呢？哎呀，你跟他们有必要吗？对吧？李总好，今儿什么日子啊？李总一回国，就传出婚讯来。现在跟通灵合作，左手美人，右手江山，很完美。李总来唐皇应该不是来夸我的吧？通灵是我一直想合作的品牌，我投入了很多。你不是不知道吧？ 李总现在最不缺的应该就是钱吧？既然钱那么多到花不完，失败个1、2次，了不起休息个1、2天就好了。钱花不完，臭小子，花不完呢。那我告诉你，来，出手，有话好好说嘛，别动手好不好？哎，出去，都人看见了，出手，哎。 不花什么钱？我告诉你，我把你养这么大，花了多少钱呢？你有没有把我当你爸爸？啊！你出国就不见人影，回来了就对着跟我干，啊！结婚了也不通知我一声，啊！你太不孝顺了你想干什么呀？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生我以后根本没有把我当你的儿子，你只是因为我是你的一个棋子罢了，不对，应该是我是你的宠物吧？没事，没事。
差不多了吗？